好，回到最后的节目讨论呢，在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话，相信呢，这个不管是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还是我们在场所有人都不希望同文同种的两岸人民呢要走到兵戎相见的这一刻。但是我们的讨论马上要开始讲台湾海峡的这个状况，因为正当中东战火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华府现在对台海的情势反而是贴上了一个降温的标签。那过去几年呢，我们都从过很多媒体新闻报道。每天都在讲这个危机感、亡国论这种感觉，但是现在美国的军政高层不断炒作的关键时间点，2027年的戴维森窗口被塑造成中国大陆最有可能对台动武的最后时刻。结果现在美国的情报单位呢，突然就改口了，他们怎么说？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要在计划2027年攻台，或者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时机表。哇，这就很有趣了，因为之前讲了这么多的战术恐吓、战略恐吓，因为有这个国防自主了，你们大家要多买武器啊。结果现在讲没有了耶，可能没有那么紧迫了耶。好，那所以这个强化亚太军事的这个叙事被美国的情报单位自己给推翻了，推翻自己的说法。之前讲了这么多的漂亮话，讲了这么多年要买武器，难道都是为了卖武器的一个话术吗？现在美军深陷在中东，你吹不出来了，一旦分身乏术了，就说你台海那边暂时安全了，那这个武器晚点交也没关系，还可以这样啊，委员，你觉得？要不要攻打台湾，对北京来讲是一个很复杂的决策。也不完全说因为同文同种就不打，因为国共内战的同文同种再加上台湾有相当高的比例的不认为是同文同种所以这个不能够成立。第二个，大家一直说认为2027因为美军有战力窗口，对然后中国大陆是战力饱满，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它会借这个武力的机会来攻打台湾。是单纯从武力的这种优势来讲，中国大陆是有能力攻打台湾，但不表示他就会攻打台湾，因为他还考虑内部政治、外部政治、经济等等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攻打台湾对北京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议题就是为什么过去很多人都说哪一年会攻打台湾，我始终说一口咬定不会，就这个道理，因为我看不到他有什么重大政策跟规划的转变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开那个会，所以比较清楚，就是他没有明确时间表，这个是可以达成这个结论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没有明确时间表，美国没有防御弹药，美国没有防御弹药是真的不够，但是它攻击弹药还是很丰沛那美军有多线战略压力，因为在台湾海峡打仗对美军有一个战线上的不利嘛，太长了，而且它能够动员的军力有限嘛。那你不断的去放说中国2027会打台湾我同意一点，中国的因为军队整数，它战力会下降，但是下降没有到的无法攻打的地步，这两码子事所以中国如果要打台湾，当然有他自己军事上的压力了，但是美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自己要考量的政治跟经济的代价、风险在里面嘛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不确定状，但是中国的内部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一个压力就是说，习近平的继承人是谁，会变成内部讨论的话题。那这个东西会牵连到台湾问题，谁能解决台湾问题，谁比较有希望来接班。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会考虑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他已经当这么久的国家主席了，可是他有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可以在记录史册？除了台湾以外，他没有。那如果大家任期内台湾没有拿回来，他以后可能在这一点上会被做很多的讨论。那第三个的压力当然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湾领土主权的法律要求依据是什么？就是波茨坦公告。那波茨坦公告在1945年提出来的时候，到今天已经剩下20年不到。那如果超过100年以上，就会有人提出个主张，就是说你100年不行使无效，就像香港的租赁期间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中国剩下的空间不到20年，那以后变成台独分子或者美国可以提出来，你这100年没有行使这台湾有独立的条件那你中国就是变成这责任是谁要负担？当然会变成习近平要负担。所以习近平或北京如果想到这一点，他会有很大的压力。那如果和平统一不可行，他会不会急着要来用武力统一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大家不要急。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的话，还有23年的时间。所以23年是一个才真正的戴维斯窗口。好，戴维斯窗口，刚刚委员帮我们一批精辟的分析，认为
时间很长，再让子弹飞一回。但是现在美方呢有2套剧本的盛传说法，一是智库认为，因为这一阵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军方遭到了非常大的整肃，所以军心动荡，势必影响到战力下降。第2套说法是美军自身已经撑不住了，认为现在中东战场的优先度已经远超亚太了，所以赶紧抛出2027年不会攻台的这个风向球，这样子军售的交货延宕就有一个绝佳的借口，名正言顺的台阶可以下。想问一下李将军，根据我们过往的这个军售经验，可以被对方这样因为种种你自己的理由而延宕我们的军售吗？我们先解释戴维森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哈，他讲这句话在什么样状况之下讲的这句话哈。他那时候是印太司令，在2021年的时候，他讲说6年之后这个解放军会武力攻台。那你那时候是印太司令，你说6年之后会解放军会武力攻台，很明显的，我认为戴维森当初讲这个话，只是为了争取国防预算啊，只是为了在国会里面将他的印太司令部争取更多的预算。那现在这一任司令叫做帕帕罗哈，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要将台海打造成一个无人机的地狱景象。我认为他讲这句话哈，也纯粹就是帮军火商在清库存。卖无人机哈，在乌克兰战场上面，这个库存用不掉的、不好用的无人机哈，叫我们台湾来买。所以大家不要把美国的这些军人讲的话啊，很认真去研究。我认为两岸之间到底要和要武哈，是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军事的问题。如果说很单纯军事问题，倒好解决。但是我认为是两岸之间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那尤其是现在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当然，第一个就是时间快到了，它不可能兑现嘛。2027年就是明年，对，今年已经2026。那我觉得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自己这时候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以前吹牛哈，他说他可以同时应付2场战争，但是这次的攻打伊拉克就看得出来，他应付1场战争都应付不过来，甚至于将亚洲地区，包括这个韩国的这种爱国者3啊萨德系统的导弹，甚至于驻防在日本的第31快反部队都要调到中东去，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他怎么有能力去嚇阻来协防我们台湾呢？所以我觉得他讲这话跟现在这次的中东战争的的情势哈，这个时间点也有密切的关系。了解。好，可以看到2场大的消耗战确实是美军现在吃不消的一个局面，光是打1场中东就已经非常消耗，要人要钱要武器了。所以这时候呢，用文攻是最便宜最省成本的方式。所以此刻抛出中国大陆无意在2027年攻台。杨老师觉得美军背后的这个策略考量是什么？戴维森那个时候讲2027年，他其实是说，以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发展速度，在2027年具有能力攻台。但后来这个就变成一个2027年戴维森窗口，也就是2027年会攻台。这2个概念其实真的差别很远哈，有点被偷换概念了吗？对，那这个时候当然。美国的情报单位就在回答后面的问题了，因为后面的问题比较关键嘛，那就是说那个时间点会出现两岸战争，那美国的这些决策者就要问美国情报单位，你认为会不会？他现在告诉你一些他们评估的这个观点是认为2027年应该不会。那我从4个层面哈，很快的，我觉得2027年大概也不会。第一点，2027年是习近平要可能担任第4任。的这种个政党的转换的时间点。第二个，2027年也是中国大陆它内部的经济，不管是房地产还是消费，可能要开始由低谷往上走的一个时间点。好，第三个，2027年也基本上是川普的最后的1-2年。好，那川普一直会要做到2029年初。那也就进入到2028年才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通常美国的总统大选年不会对外采取任何的军事的这个行动。第3点，最后一点，第4点，我觉得2027年也碰到一个关键，就是在2028年的时候呢，台湾要进行总统大选。对，啊，所以这4个因素，2个中国大陆内部因素，一个是权力移转，一个是经济，另外一个是美国的。选举，第4个是台湾的选举，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2027年发生两岸战争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如我们当初想象这么高。好，这个戴维森窗口还有美军的情报呢，我们先摆一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解放军本身内部的问题。这阵子，中国军方内部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贪腐风暴，大家每天都有陆续
这种消息又出来，哪一个高官又落马了？因为有多名的军工体系的高官陆续被整肃，这都是事实。好，那就连这位歼20之父的杨伟呢，他是这个总战机的总设计师哦，他都被波及了，现在遭到中科院撤资了这个简历哦。所以中共我们陆续看到，不管在核能、在航天、在航空、在船舰、兵器、电子全领域，高层几乎时不时就有一些丑闻传出。而且2026年的时候，当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战场，中国一些军武呢就被放在了显微镜下解释。因为有些人就说，为什么美国可以深入到委内瑞拉抓人，还有一些这个帮助伊朗防卫第一波攻击的这些 Made in China 的飞弹，怎么都不管用了？好，被放在实战上检视了。所以赖教授认为，这波整肃跟武器性能还有这个军售的声誉有关，还是说中共老传统的人事斗争又上演？我觉得那个都是过度解读，而且都太不了解中国大陆了。我在台湾也好，在海外也好，我看到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从2013年习近平上来以来，就开始要建立一个干净的一个政治，那也就是肃贪反腐。这个已经，而且他的坚定的意志就是要把它制度化、常态化。那他的一句话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嘛，这个话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说。查到哪里，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官多大都照办，没有官大官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13年一直走到今天26年了，还在讲权力斗争，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不了解中国大陆。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忘了歼20它的总设计师，他前身设计的是歼17，歼17在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战争里面打得多漂亮。